丈夫刘涛跪在我脚边借钱，疯狂扇自己耳光。我看着卡里的数字，笑得灿烂无比。净身出户，又被公司开除，现在儿子也没了，你可真是活该呀！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说来不巧，婆婆赵丽娟说头疼，让我陪她来医院检查。刚取完报告，我就看见老公刘涛和他女领导的身影，明显挺起的孕肚和两人有说有笑的神情，就是在告诉我4个字：我被绿了。这个女领导我是见过的，她之前还来我家吃过饭。没等悲伤袭来，第一反应就是拿出手机拍照录像。身边婆婆拿着报告骂骂咧咧，都怪你生不出儿子，我才会气得头疼。你这是要害死我这个老太婆。为了不让她撒泼，身子一晃挡在她面前，手拽着胳膊就向反方向走。别急，你马上就要有大孙子了。我3言2语打发她回家，在手机云盘中找到结婚前我们签下的协议，如有一方婚内出轨，所有财产自愿赠与对方。刘涛啊，刘涛，你等着净身出户吧。车窗景色倒退，我开始回想这段时间的异样。那天我在他西装上发现几根黄色长发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争吵。他说自己是应酬，说我疑心重不顾家，将一切问题都归结在我的身上。没过多久，又开始频繁送我礼物，我以为是关系缓和，现在看来，他送我礼物只不过是渣男内心自我补偿而已。一脚油门来到电脑城，将车停好后，给刘涛打了个电话。他周围很是安静，和往常一般。我让他拿出20万帮我资金周转。20万？顾潇，你别太离谱，你那工作室到底欠了多少钱？刘涛的声音充斥着不耐烦。我撇着嘴角，白眼翻到天上，声音却显得可怜。前段时间接的那个工程亏损，工人被砸伤，这些都是补偿费，要不然我就完了。我又哭着说，无论是女儿还是婆婆都需要我照顾，不能就这么被抓起来。说的我自己都信了。对方听闻沉默了一会，声音冰冷得像个陌生人。你不会拿这个钱去干别的事吧？一时间看清了他的面目，我只觉得丑陋。他曾经拿着娶我的彩礼钱，背着我投资炒股，短短半个月时间10几万荡然无存。我当时怀孕气得胎相不稳，在医院住了2个星期。明明曾经是他的错，现在却好意思来暗示我。我直接挂断电话，将之前的赔偿报告发给他。工作室确实出现过砸伤事件，只不过赔偿金只有2万。我简单 P 了一下图，他也看不出来。不一会，银行卡出现提示到账的信息。刚下车，余光就瞟见一个穿着花衣服的老太太，鬼鬼祟祟的张望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赵丽娟，我的好婆婆。她是个思想老套还封建的人，有着很多的条条框框，却没有一条是为她自己而设。去年和广场舞老头眉来眼去，被公公抓到，当场被拽着头发拖回家中，又哭又嚎的再三保证，才没被他送回乡下。前几天又怀疑我和别人有事，无论我是买菜还是在家，总是能看他鬼鬼祟祟地监视我。我装作没看见，多走了几圈，甩开他后买了监控和耳机，放入包内往回走，绕到身后，轻声地趴着耳边吹气，吓得他一个机灵，跳着转过来。你怎么在这？赵丽娟一边捂着胸口，整张脸气得发红。我装作抱歉的样子，语气中带着质疑。我还想问你呢，咱们刚分开没几分钟，你怎么也在这呀？赵丽娟自知理亏，一句话也憋不出来，
扭头就走，达到我想要的效果，也不过多纠缠。回家后，看着床头上挂着的结婚照，上面的人笑颜如花，我心中忍不住冷笑。仅仅2年，你就按捺不住找别人，丝毫不讲夫妻情分。结婚时，他的工资并没我高，父亲认为他并不是我的好归宿，为此我还特地保证，甚至签下了婚前协议，只为了能让他老人家放心。现在看来，这份协议可以让刘涛干干净净地滚出这个家。思绪涌动，我刚把摄像头安好，门口就传来开锁的声音，紧接着女儿朵朵哭着走进屋。这根本不是放学的时间。我看着身后的赵丽娟，皱着眉耐心询问，就听见朵朵哇的一下哭出声。奶奶说我是赔钱货，不让我去上学了。一股无名火从心底升起，无论平时婆婆说什么，我都不放在心上。但是朵朵才7岁，就对她说这么难听的话。朵朵的学费一直是我负担，你有什么资格不让她上学？我将孩子护在身后，冷眼看着她，恨不得将她撕碎。赵丽娟倒是不觉得有什么，悠然地给自己倒杯水，被我抢过来倒在水池里。你居然敢这么对我！女孩就是赔钱，我没上过学，也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你生不出男孩，还花我儿子的钱，反了你了！我让朵朵进房间别出来，懒得再费口舌，给刘涛打电话，告诉他家里着火了。他回来的速度倒是快，进屋看到我们都坐在沙发上，顿时也明白了什么。刘涛不分青红皂白的训斥，说我不孝。他妈在一旁拍手叫好：儿子，你拿出气魄来！自古以来，男人就是天。从前我以为他是孝顺，这些话我从来都不放在心上，现在才明白，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我指着卧室，告诉他前因后果。刘涛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也说不出话来。他虽然喜欢男孩，但是对朵朵的爱也不少半分。赵丽娟倒是很聪明，知道自己理亏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假哭，说自己只是想缩减家用，减少不必要开支。我趁此机会表明态度，带着朵朵回到了娘家，再三叮嘱父母按时接送，谁来都不能把她接走。朵朵小脸都哭花了，眼神朦胧地看着我：妈妈是不要我了吗？我紧紧抱住她，心像被人揪着一样疼。用不上多久，妈妈肯定接你回家。我回到家时，刘涛和他妈还在那里坐着，两人和和美美。刚才的事件对他们造不成一点影响。我握紧拳头，面露微笑地走过去，将朋友的租房信息给他看。他家在黄金地段，周围商超广场一应俱全，恰巧是低楼层，非常适合养老。妈喜欢跳广场舞，那里有很多老年人，而且楼层还低，后面还有个小菜园，非常适合爸妈居住。我耐着性子给刘涛讲完，观察他的神色，显然他也有些心动。毕竟我和婆婆的争吵不是1天2天，他也知道分开是最好的选择。再加上公公身体不好，一直无人照看，如果能接过来，那皆大欢喜。刘涛点点头，还未有过多表示，赵丽娟就在一旁开口了，语气不依不饶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，这套房子你们夫妻分配，到时候我们人没了，钱还是你的。我很是惊慌的摆手，装成一副乖巧模样，环住他的胳膊，并说房产名字都是他们的，自己不会沾染半分，这才打消了他的念头。刘涛在此时才同意购买，可又说自己并没有多少钱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。这两人宛如虎豹豺狼，要榨干我的最后一滴血。爸妈的身体最重要，我可以和娘家要一点，帮衬一下家用，
说完，就见赵丽娟脸上掩饰不住的喜色。我一脸欣慰地看着她，表示也很开心，朋友的凶宅卖出去了，而且我还在中间挣了10万的差价，能不开心吗？刘涛坐到我的身边，轻抚着我的手背，也没有往日那份冰冷模样。老婆呀，你这工作室别干了，亏损太多了，听我的，把它关了吧。我看着重叠的双手，一想到他曾经握住别的女人，就忍不住觉得作呕，长舒了一口浊气才压下，表示会关掉工作室。之后我思考了很久，才艰难开口，这2天听说保姆很挣钱，每个月甚至都上万呢，我也想补贴家用，只可惜没有门路。说完看向刘涛，他的表情中有一丝松动，我又叹了几口气，继续加码暗示他。刘涛犹豫了一会，猛然紧握住我的手，声音略带试探：老婆，听说我领导想找保姆，一直招不到人，你去吗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刘涛面露歉意，又闪过一抹喜色，转瞬即逝。老婆当保姆，照顾小三和私生子，我想应该足够乐得他睡不着觉。可好戏才刚刚开始，我按照地址来到他女领导的家中，敲了2下门，应声打开。姐姐你来了。女人把我拉到沙发上，自我介绍了一番。她名叫张红，是刘涛的领导，老公现在人在隔壁市，平时没人照顾，因此只好找个保姆。张红拉着我的手，毫不避讳地放在了自己的肚子上。顾姐你看，孩子都会胎动了。探寻的眼光从脸上划过，我很明显感受到她的敌意和那种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骄傲。她很聪明，也很嚣张，现在我自然不会把她怎么样。我微笑着收回手，也热络地和她攀谈。我们老家说了，肚子间的都是男孩。我装作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叹了口气。可惜我家的是小丫头片子，我婆婆说了，将来家里的几套房子和地都是要给孙子的。张红听完大喜，眼睛转了半圈，狡黠地看着我。我借此又表示最近夫妻关系一般，现在肯定会好好照顾他，希望未来上班的时候他能替刘涛在上面美言几句。张红不疑有他，跟我装了几句姐妹情深，又跑到卧室打了个电话，出来望向我的眼神中带了些许挑衅。你先忙吧，我不回来吃了。说完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拿着包包在我眼前晃。这个包我也有一个，吵架后第3天刘涛送的。我当时还以为他突然开窍，看来是2手准备，一人一个。目送他出门，计算着时间，半个小时后打开监控，果然他去了我家里，整个人挂在刘涛身上，2人行为亲密，在家中寻欢作乐，足够刺激。我以为自己在职场摸爬滚打，早已经无坚不摧，可还是高估了自己，不愿意再回想之前的点滴。我走到书房，在抽屉里发现了张红老公的名片，业务经理，李峰上。销售行业自然是不会拒绝别人的申请。我用小号加了他，没过几分钟便同意。我将视频和产检照片发过去，男人承诺我在3个小时内必赶到。我在这时也不闲着，出门联系一家律师事务所，确保在官司中能够获胜。又找了家咖啡店，选了个最里面的位置，静等着他的到来。几乎是风尘仆仆。没过多久，一个身材肥胖、神色匆忙的大汉坐到我面前。这么一对比，我好像知道为什么张红喜欢刘涛了。李峰上面不改色，但是频繁喝水的举动暴露了他的内心。我有理由怀疑这是合成视频，他不会背叛我。你这样是侵犯他人权益，我要报警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
见过恋爱脑，还从来没见过恋爱爱。如果是合成视频，你为什么这么急忙赶来？我抬手看着手表，3个小时的路程被他压缩了接近一半，又将家中监控推到他面前，画面中的2个人纠缠在一起，左上角实时播放着时间，总不会是假的吧？李丰尚看了几眼后，整个人瘫在凳子上，像泄了气的皮球。我乘胜追击，再次打开产检照片，他的孩子估计6、7个月，产检是我丈夫陪他去的。你觉得这个孩子的爹是谁？我紧盯着他，男人血丝浮上眼底，沉闷的一言不发。喜当爹的消息都会摧毁人的心智。我在等，也在观察。就这样过了20分钟，跟你结盟，我有什么好处？李丰尚突然冷静，眼里迸发出锐利的光。与刚才判若两人，得到家产和资金，还不用替别人养孩子。我再抛出条大鱼，你是装修的业务经理，我恰巧做承接工程方面的业务，咱们合作，你应该不亏。男人欣然同意，简单耳语了几句，我们便各自分开。刚离开咖啡厅不久，就接到张红的电话，说是这2天他先生回来了，暂时就不用过去了。我自然应允，将图片和视频隐藏到私密相册中。刚推开房间大门，一股很明显的香水味在空中飘散，害我忍不住打了2个喷嚏。刘涛见状，要把我拥入怀中，我不着痕迹地避开。他那点自以为是的小聪明，以为喷完香水我就闻不到那让人恶心的气味。跟随他坐到沙发上，那时的糜烂场景忍不住在我眼前浮现。我深吸口气，反观他的神色。听说今天张红的老公回来了呢，他都不让我去了，说要过2人世界。刘涛微微愣1秒，很快恢复正常，声音略显沙哑。那正好，你还能在家休息。狗男人，你还舍不得了？我没理他，闭目养神之间，听着他接电话，内心感叹李丰尚的效率之高。潇潇，刚才领导给我打电话，说让咱们过去吃饭。我和刘涛一身淡蓝色情侣穿搭，没过多久就站在他家门前。李丰尚系着围裙，热情地唤我们进屋。我过去帮忙，没过多久菜就上齐了。顾姐，你们2个可真恩爱，衣服都是情侣款。张红醋溜溜地开口，给我加了1块红酒雪梨，吃点梨，生津止渴。我看着盘子里的梨，要离婚也是他先离，谐音梗扣钱。我同样夹起1块梨，在张红的注视下喂到刘涛嘴里，看着他窘迫的神色，心里爽的一批。刘涛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，从恋爱到结婚，在外吃饭一直都是他给我夹菜，今天也是如此。毕竟好男人的人设不能翻车，张红的怨气都快飘到我面前了。刘涛也不敢说一句，只能一杯又一杯地和李丰尚喝酒。几杯白酒下肚，他面色就泛起不正常的潮红，整个人醉醺醺地靠在椅子上。我拿着手机站起身，示意他们先吃，自己要去一趟娘家看孩子，并称不放心刘涛自己回家，希望在他家暂住1夜。和他们点头示意后，我回到家中，自己做几道小菜，再开启1瓶红酒，静静等待着电话。没到1个小时，李丰尚的视频传来，告知我张红正在煮醒酒茶，刘涛喝得微醺，而自己装作意识不清，正躺在床上。我开启静音，让他继续装睡，手机则放入衬衫口袋中。吱嘎，伴随着震天的呼噜声，门被人推开，张红走到他面前，手机摄像恰好能看到他的唇形。这呼噜太大，我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门再次被关上。许久，
李峰上的声音从侧方传来，问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。那还不简单，抓奸呗！我透过手机看他站在门前，眼前一阵白光，3道声音交错响起，手指微微用力。我兴奋地摇晃着酒杯，看着用被盖着自己身体的狗男女。8点档家庭伦理大戏，这是我不花钱就可以看的吗？视线再次一变，我应该是被他放在了裤袋里，隐约能看见一个边角，画面一直在抖动，隐约看见刘涛被他拽起，嘴里的辱骂声和叫喊声不断。张红则在旁边拦着，一边哭一边声称报警。周围突然安静，李峰上的声音充斥着疑问和愤怒：报警？你他妈因为他要抓老子，你这个贱女人，老子的脑袋都是绿的，你竟然敢提报警！可怜了刘涛，在他的手里像个小鸡仔一样，躲也躲不开，只能认命的挨揍。真是精彩，目的已经达到。我顺手挂断视频，看着桌上的菜，都感觉它们格外好吃。打架时手机很容易掉落，我必须挂断，不能暴露我知情这个事实。这场戏必须要有观众，我就是那个观众。刘涛这2天说自己在加班，并没有回来，我估计他是脸上开花，不敢回家。李峰上办事很利落，专门请了个律师处理此事。房子是他婚前全款购买，2人结婚1年多，也并没什么存款，并且鉴于张红还在怀孕，所以请求分钱不分房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无家可归。我回到工作室，按照承诺安排李峰上和样品房负责人吃饭，帮助牵头引线。至于后面是否选择他，就需要看自身的本领了。等再回到家中时，早已天黑。刚打开门，就看到2道身影在沙发上坐着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刘涛和张红。我面露惊异，连鞋都来不及换下，眼神扫过刘涛，他乌眼青的脸上尽是歉意，将我扶到沙发边，循循善诱，说张红的老公其实是个骗子，他借了大笔高利贷，当掉了房子，又抛弃妻儿，现在不知道人在哪，催债的强制占有房屋。张红家不在本市，周围同事又都有孩子，环境不适合休息，只能找到他，希望能在咱们家暂住一阵，之后再搬走。我看向刘涛，寒意袭来，周身冰冷。此刻的他虽然在我身边，可却宛如千里之外。我真的不了解他，恋爱3年，结婚2年，身边同床共枕的人一直在骗我。如果我不是早发现，可能现在还傻着帮人照顾孩子。我的人生又有多少个5年？看我默不作声。张红在旁边渲然欲泣，说自己命不好，好不容易从小城闯出天地，却又闹出这样的事，眼泪大滴大滴地砸在我手上，看得我忍不住想笑。可怜这孩子生出来没父亲，我也不想让他重蹈母亲的人生。你就住次卧吧。感受到对面人的僵硬，我紧紧回握他的手，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太过伤心，要不肚子里的儿子也会心疼的。刘涛看着他的肚子，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。我借口发困，搂着他回到卧室，自然也不会发生任何事，毕竟我嫌脏。但是在他面前表现得越亲昵，他就越愤恨，一夜无梦。第2天早上，我破天荒地起来做饭，用抹布擦了遍锅，把没洗的大枣和米扔到刷锅水里，又感觉马桶不太干净，贴心地用刘涛和张红的牙刷蹭了蹭，再帮他们挤上牙膏。刘涛温柔地从身后搂住我，说我识大体。张红笑着说我做的粥好喝，我微笑点头，你们喜欢就行。我以为这样就是极限，没想到他们一家反复来刷新我的3观。
婆婆赵丽娟带着大包小裹的来了，刚进门就扯过张红的手，抚摸了2下肚子，看这样子根本不像是第一次见面，又把东西全摊在地上，鸡鸭鹅都有，说孕妇不能亏身体。我站在旁边双手环抱，自己儿媳妇怀孕的时候都没这么照顾别人倒挺来劲。刘涛咳嗽一声，赶忙将食材收拾起来，又走到我旁边献媚的解释，老人都是热心肠，让我别多想。他恨不得把有孙子的消息整个条幅挂在脖子上游街，这一家的举动就差骑在我头上了。我也不生气，表示一切都能理解，孕妇自然是需要营养嘛，怎么能总喝刷锅水呢？正好电视上正播放着购物广告，出口上市的燕窝和阿胶才888一盒，这么便宜，当然要多买点。我拿着刘涛的手机一挥，直接买了10盒，又以次卧的床垫太硬为由，在某东上下单了款数万元的柔软床垫，顺便还下单了一些母婴用品，全是市面上最好的产品。赵丽娟气得牙根痒痒，指着我鼻子说：“败家子，不知节俭，要花光他儿子的钱，这您就不懂了。男孩长得快，必须要大量的补品，而且咱家床垫这么硬，孕妇睡了对身体不好，自然孩子发育也就不好了。”说完看向张红，她反应倒是够快，扶着腰缓缓坐在沙发上，一副没有营养的样子。刘涛看了也不能说什么，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。老太太气得脸鼓鼓的，眼珠子转来转去，一转刚才的态度比变脸大师还快。潇潇啊，这孩子怪可怜的，反正你有经验，就在家照顾他吧。我低着头，长发阴影投射在面部，看不清表情。这一家真是坏到骨子里。张红语气嫣然，笑意盈盈：“顾姐，你这么照顾我，以后你就是她的干妈了。”也是，干妈怎么会对孩子做什么呢？我也很敞亮，不仅说要给张红最好的，还要带她去检查。老太太一听这话可是来劲，眼神都要冒光。我三言两语安抚她之后，带着刘涛和张红就来到了之前的那家医院，和朋友提前打点，找到了他妹妹，是个 B 超医生，和他打了声招呼，张红就躺倒了 B 超台上。我和刘涛在外等待。我还记得怀孕时，他只陪我来过一次，后来就沉迷于工作。刘涛时不时向里面张望，和我对视之间，又迅速低下头，真是伉俪情深，感天动地。他的身体太虚，需要大补。大夫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，说道：“孩子倒是挺活泼的，长大也是个小捣蛋。”他俩听闻后大喜，几乎是认定了就是儿子。我们3人又在路上买了些昂贵补品，张红的眼睛都笑没了。刚进门，赵丽娟就迎了上来，开心的连眉毛都在抖，扶着张红进入屋里，小心翼翼地坐下，嘘寒问暖了几声后，又突然正色：“儿啊，我怀疑那个房子有问题。”刘涛面露惊异，连忙问怎么回事，才知道赵丽娟和公公在那，每天晚上都能听见奇怪的声响，但是总找不到声音来源。2个人就这么耗了1周，都神经衰弱了。你这个是不是故意找凶宅来害我们？赵丽娟假装掩面哭嚎，眼睛透过手指缝隙来观察刘涛的表情。我们老2口活几天无所谓，可不能把这种不吉利的事情带给孩子啊。那房子之前确实有人横死，至于声音，只不过是我在厨房放了个音箱而已。我一脸无辜地望着他，像是被哭得不耐烦，揉着头说道：“妈要是不喜欢，咱们就把它卖了。”不行！张红突然一喊，底气十足，丝毫没有之前虚弱的样子。
属实是吓了老太太一跳。这房子未来是我儿子的，不能说卖就卖。刘涛早就想和你离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才是这个房子的女主人。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他妈倒是开心，丝毫没有觉得话有任何不妥。果然是我刘家的好儿媳，不像某些人站着窝不下蛋。刘涛听完连忙摆手，脸都吓白了。张红倒是很得意，语气高傲，冲着我叫嚣，扬言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我倒是不生气，手随心动，一个大耳光甩在他脸上，顿时白嫩的肌肤就留下5个红手印。小情人哭得梨花带雨，刘涛心疼地把他护在身后。我左手也没闲着，抬起又是一耳光。奸夫淫妇自然要对称一点，打完后悔了，手麻了。此时的现场一片混乱，张红捂着脸嗷嗷哭，赵丽娟则心疼地坐在一边，帮着她骂我。至于刘涛，我第一次打他，显然满脸不可置信，手机疯狂震动。我看着屏幕上的99加，心里乐开了花。趁着买补品的时候，我把剪辑好的视频发在了好几个平台上，又静音了他的手机。家族群和7大姑8大姨、高清无码全部拷贝一份。这傻子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气得鼻子都歪了。赵丽娟也管不上他的大孙子了，拍着大腿哭嚎喊造孽，和那些市井泼妇没有任何区别。懒得再纠缠，我站在大门前，气若神闲地说道：婚前协议上有明文规定，出轨过错方净身出户，等着被起诉吧。骂声络绎不绝，我把门摔得震天响，和这一家人彻底告别。刚走没2步，远处传来开门的声音，我撒腿就跑。好女不和恶男斗，3步并2步地跑到楼下，来不及和朋友打招呼，马上让他开车。看着后视镜逐渐缩小的身影，可算是吐出了一口浊气。渣男钱款被我消耗一空，桃色绯闻冲上新闻平台，现在又要面临净身出户。刘涛啊，刘涛，你可真是活该！事不宜迟，隔天我就找到了之前的律师，没过多久便起诉开庭。张红和赵丽娟坐在陪审席，看着我的眼神就像要吃人。刘涛在这几天像老了10岁，眼神哀怨地望着我，我自然视而不见。我方律师先拿出证据，讲述我去给小三做保姆，又坐实刘涛婚内出轨。记录员额外看了我一眼，深藏功与名。对方律师脸憋得像个大紫茄子，要求我返还结婚彩礼和投资时的20万。婚内夫妻转账行为属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赠与，离婚时不需要偿还该笔款项。我点点头，律师的钱没白花，我方明确表示可以返还彩礼。刘涛听完眼睛一亮，但是也要求被告返还嫁妆。要知道，当时我父母为了能让我生活更好，也出了相同的嫁妆，别说10万，现在连1万他都没有。你们这是欺人太甚！赵丽娟气得发抖，被法官要求肃静，大气不敢再发一声。原本还想索要精神损失费的，但是狗逼急了也咬人，我也不想未来和他们再有任何纠缠。他方律师状告我，说我侵犯他人隐私，传播视频和淫秽信息，损伤了被告人的权益。天地良心，我发网上的可都打码了。我方律师看了他一眼，眼神中满是鄙夷和不屑。我方当事人是为了保护个人和财产安全，拍摄的范围也仅限于生活空间，并未涉及隐私问题。视频作为证据，正好播放到我要去给小三当保姆的位置。法官恨铁不成钢地摇头，结论是停下批评教育。我拼命点头，
教育就教育，别动我的钱就行。我方律师又将之前的婚前协议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官，事情很顺利。朵朵的抚养权根本不用争，他们不要女孩，自然归我。虽然我明知是这个结果，但还是感到唏嘘。最后的判决可想而知，男方净身出户，房子归我所有，每个月给我转账抚养费。看着刘涛猪肝色的脸，我心里别提有多爽了。刚走出法院大门，就被他再次拦在身前。他说我机关算尽，不顾这几年的夫妻情谊，都是为了钱。这人可真是高尚。我一个大白眼，人可以不要，钱不行。不远处传来张红的声音，隐约间我能听见什么房子和儿子之类的话，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，人影攒动，他跌坐在地上，血从双腿之间流下。赵丽娟颤抖着在旁边摆手，嘴里喃喃着什么。刘涛赶快跑了过去，一把推开他妈，抱着张红打急救电话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他。他骂我老不死没能耐，房子和钱都要不回来，我就碰了他一下，就跌倒了。赵丽娟原本绑着的头发也散落下来，完全没有嚣张跋扈的样子，跪倒在地上。我的大孙子啊！救护车不一会就来了，几人行色匆匆地上车。我伸头往里面张望，最后一眼看见的是张红面目狰狞惨叫的脸。20分钟之前，我以为我会回到家，20分钟之后，我人正在急救室门外。上次的吃瓜大戏我没有看到，这次的当然不能再错过。孩子胎位不正，造成大出血和子宫破裂，俗称难产。你们家属办一下住院手续和治疗费用。医生的话掷地有声，却能让他们置于冰窖之中。钱，谁有钱？哦，我有。刘涛在一旁佝偻着，步子迈得略显沉重，走到我面前，砰的一声跪在地下，疯狂用手抽着自己的嘴巴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你救救他和孩子吧。求求你了，那是2条命儿啊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别跪啊！老太太哭着把着扶手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朝着我道歉。两人的声音之大，引起周围人的侧目，哭声和耳光声此起彼伏。一个说自己不是个好婆婆，另一个说自己不是好老公。我看着他们2个，只觉得心寒。他们的道歉和忏悔并非真心，一切都来源于孙子和钱。你们在法院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刘涛，你让老婆照顾情人，这感觉是不是非常爽？你土都埋到脖子了，就只知道孙子，对孙女不闻不问。我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，声音陡然收起，厉声问道：他们2条人命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恨不得都死了才好。再说了，你们就确保这是男孩。2人抬头，齐刷刷地看着我。恰巧医生从产房出来，看见这个场景一愣，但又很快反应过来，连忙报喜，母女平安。老太太受不了这刺激，猛地后退，一下子没站稳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又是一阵骚乱，只剩下刘涛站在那里发呆。你从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他双目无神，呆呆地看着我。那天你陪着他做产检，我知道刘涛是什么样的人，自命不凡又心高气傲，自认为一切做得非常完美，能骗过我，现在罪有应得。渣男不值得同情，这种结果我也很满意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第一时间回到娘家，看着在一旁玩布偶的朵朵，心里一块大石终于落了地。我早就让父母收拾好东西，随时准备搬家。隔壁城市30一厅，足够我们居住。虽说刘涛是个体面人，但是我还是怕他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。远离他和这个城市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妈妈，
爸爸呢？朵朵坐在车上，瞪着大眼睛问我。我不知道如何跟年幼的他开口。母亲看出我的窘迫，将他抱起。以后和妈妈在一起生活好不好呀？朵朵笑得甜甜的，摇头晃脑，好不可爱，说道：我永远喜欢妈妈。我看着她，心中郁结，烟消云散，窗边景色飞逝，默默和过去告别。此时的手机突然传来震动，朋友说看见房子被刘涛低价卖出，现在正挂在网站上。我冷笑着关上手机，一切都是自食其果罢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